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来到罗伊时间。这里是基督信仰的科学证据专题系列第2集，全民 DNA 亲子鉴定找到了人类始祖。上一集介绍了什么是 DNA 遗传信息是怎样进入我们人体。这一集要介绍 DNA 遗传信息与人体的关系，介绍全民 DNA 亲子鉴定的科学报告，以及怎样能够从全民 DNA 亲子鉴定看见人类始祖。本节目是把基督信仰的科学证据展示出来，供人们分辨。在这里没有深不可测或者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涉及到的都是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凡是学习过高中电脑、生物和数学的人，都能分辨出这里展示的科学证据是真还是假。要理解全民亲子鉴定的科学报告，必须要了解人类基因组计划。什么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以美国为首的跨国跨学科的一项巨型科学工程。看过第1集的人都知道，是 ATCG 4个 DNA 编码组成了染色体上的这些编码序列。长长的编码序列传递着我们祖祖辈辈遗传信息的序列。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检测这些序列，就是为人类每一条染色体检测这些编码序列。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花了7年时间，花费了巨额资金，完成了人类基因组24条染色体的测序工作，让人类基因组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和编码序列展现在你我的面前。这不仅为医学、病理学、药学等等各个研究领域打开了大门，更为人类寻找自己的由来找到了正确方向。进化论一直告诉人们，人和黑猩猩600万年前共祖，4亿年前的古代鱼是人的祖先，但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更不可能有 DNA 的依据。他们就是凭着骨头化石的形状和尺寸的对比，然后进行天马行空的推理和想象，就有了600万年、4亿年这样天马行空的时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寻找人类始祖不再是一句空话。什么是人类基因组？提请注意的是，基因组不是基因，也不是基因的组合。基因组与基因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这个就是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是由24条这样的染色体组成，其中1号到22号是22条长染色体， X 和 Y 是2条性染色体。人类基因组计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基因组中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
计算出来，把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测试出来。科学家们为24条染色体的测序花了7年时间，这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创举。基因组的24条染色体，虽然每一条都是这样的双螺旋结构，虽然每一条都是由 ATCG 4个 DNA 编码组成的这样的序列，但是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号常染色体，它有2.449亿万的编码数据，它的数据最多，这条染色体也最长。那么21号染色体呢，只有4800多万的编码数，它的编码数最少，这条染色体也最短。但是不论是编码数多还是编码数少，不论是染色体长还是染色体短，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它们都是同等的重要，因为它们都表达出了我们人不可缺少的遗传信息。例如说 Y 染色体，我们来看 Y 染色体呢，它也很短，它只有5900多万的编码数，但是只有男人才有 Y 染色体，女人是没有的。那可以说没有 Y 染色体呢，就没有男人，就没有精子。换句话说，没有 Y 染色体就没有人。可以看到，基因组24条染色体，每一条的编码序列都表达着独特的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缺一不可的。人类能够了解、认识这些，都要归功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组24条染色体的测序工作的完成，对于人类认识自己、研究自己，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前景。具备电脑常识的人都知道，电脑是通过2态码0和1组成序列传递信息，而生命是通过4态码 ATCG 组成序列传递信息。基因组的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都不一样，就意味着构成染色体的序列不一样，而序列不一样，就意味着要表达的遗传信息不一样。就像电脑软件工程师编写不同的程序，为了表达不同的信息。无人机的软件程序，机器人不能用，为机器人编写的程序不能够让无人汽车动起来。同样，染色体上不同的序列要表达不同的信息。让手脚动起来的遗传信息不能够让大脑动起来，让心脏工作的序列不能够让肝脏工作起来，因为不同的序列表达出不同的信息，不同信息产生不同的器官
及功能。理解机器人与软体程序的关系，就能理解人体与 DNA 编码序列的关系。理解编码信息与机器人的关系，就能理解 DNA 编码信息与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电脑学科的借鉴，是很难理解人体与编码信息的关系的。值得庆幸的是，电脑知识今天非常普及，只要具备高中电脑、生物和数学知识，都能够理解本节目所涉及的科学内容。人类基因组中30亿 DNA 编码藏在哪呢？藏在精子中，藏在卵子中，藏在你我的每一个细胞中。精子的细胞核只有 PM2.5 一个雾霾大，卵子的细胞核也只有3个雾霾大。虽然肉眼都看不见，各自却都藏有22条常染色体和1个性染色体。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受精卵就有了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如果是男孩，1对性染色体就是 X 和 Y，X 来自卵子， Y 来自精子。如果是女孩，1对性染色体就是2个 X， 1个 X 来自精子，1个 X 来自卵子。生男生女由精子决定，一半的精子带的 X， 一半的精子带的 Y， 既公平又科学，保证了人类性别的平衡。人体由40到60万亿看不见的细胞构成，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23对这样的染色体，以及所包含的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我们人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可以说人就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那么这60亿的 DNA 编码信息和我们人体是什么关系呢？这60亿的编码是通过精子和卵子传递进来的。精子和卵子中都有基因组中的22条常染色体和1个性染色体，都包含着30亿的 DNA 编码。当各30亿进来以后，在我们的身体中就有了60亿的 DNA 编码在每个细胞中。这60亿编码信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分为3个部分，一个是基因信息，一个是调节与控制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非物质遗传信息。我们先看基因的信息。基因信息就是我们平常爱说的基因，就是指的这个。这一部分在我们的60亿的编码信息中呢，编码数量只占3%，比例很小。虽然比例很小，但是非常重要。不是说比例小就不重要，不管是比例大还是比例小，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都是同等重要的。基因的信息也称作物质的遗传信息，因为基因的信息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一部分。身体的这一部分呢，
物质的遗传信息就是我们摸得着、看得见的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的四肢、五官、内脏、皮肤、肌肉、骨头、血肉等等，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属于基因的信息。另外的97%的编码信息呢，是属于调节与控制信息，还有就是非物质遗传信息。那什么是调节和控制的信息呢？调节和控制的信息就有点像计算机的指令系统，比如说 DNA 转换成 RNA， 翻译成蛋白质，它为什么会？当细胞分裂的时候，分化的时候，它为什么在细胞当中是有同样的23对染色体，可是它可以分化出不同的细胞，神经细胞、骨细胞、肌肉细胞等等，然后它还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器官，我们身体当中的不管是眼睛、舌头、四肢，还有我们的内脏，所有的器官，而且各个器官之间还可以相互的配合工作。它为什么会自己会这样？每一次当细胞分裂的时候，都会把60亿的编码复制到新的细胞中去，而且快速复制。它为什么会这样？还有我们产生精子、卵子的减数分裂过程极其严格复杂，那这些过程它为什么会自己会这样？等等，人体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类似的工作，它都是指令系统的调节和控制信息负责完成的，它不可能自己随机自然的这么有序的工作。那非物质遗传信息呢，是指你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习性爱好、性格特长，还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心，不管是好的坏的等等，虽然都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属于非物质的遗传信息。60亿的编码信息在我们的人体当中，与我们人体的关系就是3个部分。我们人类的遗传信息就是通过精子、卵子输入、精子、卵子输出，一代一代往下传，从我们的祖先一直传递给我们的。我们了解了人类基因组与我们人体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也了解到人类遗传信息的传递就像电脑信息传递一样，是以数码传递方式遗传给后代的。而数码传递方式的特点呢，就是绝对的精准、稳定、保真。全部的编码遗传信息都是可以看见的，可以计算的，可以查验的。就在面向全球开放的美国基因银行网站上免费查询，人人都可以去验证。我们现在
再来看有关的科学报告，就非常清楚。2006年，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在2003年的4月，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这个最后分析就是指把我们人类基因组的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把它进行了测试，把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计算出来。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碱基对也就是我们说的 ATCG 这4个编码对的遗传字母，在每个人身上都是99.9%的相同。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0.1%，也就是1/1000的差异。每1000个编码只有1个不一样，相互之间。那这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人体当中的30亿个编码，99.9%相同，对吧？每1000个只有1个不一样。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来讲就比较清楚。就像我们全世界有70亿的人，每一个人呢手里都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有30亿的字，很厚，每一页呢是1000个字，1000个字里面呢，相互之间只有1个字不一样，999个字都是相同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每一个人手里的这本书，每一页999个字都相同。你说这本书是各自写出来的呢，还是 copy 制一个人的呢？这应该很清楚。那如果说我对这个通俗的比喻呢，我觉得不是那么理解，或者不够严谨。还有就是说，我对这个报告呢，我也不是很清晰。那我们用一个数学公式把它计算一下，那就无可推诿了。那数学公式用29亿，我们这个是30亿，对不对？那就用29亿，全世界人或者说全人类29亿的编码是相同的，身体当中的30亿编码，29亿相同。如果你计算一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会得出70亿人身体中的29亿编码只能 copy 至一个人，原个体，最早的原个体。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30亿的编码是来自一个人，就是这个意思。而如果更明确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全世界人是来自一个人，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数学的结论，你不能推诿。全世界人是一个人的后裔。为什么数学计算结果不可推诿呢？因为数学是 DNA 解码的有力武器，数学能最深刻、最直接地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正如美国数学家本杰明所说，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也不是假说，但是它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
没有数学的认可，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理论也得不到解释。因此，数学是科学的女皇。为什么说这个科学报告是全民的亲子鉴定呢？因为亲子鉴定的原理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计算去追寻亲缘关系，而报告中最后分析就是检测染色体的序列，就是一个编码的解码的过程，并且把每一条染色体的数据分析计算出来。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全民亲子鉴定，让人类知道了人体中有30亿编码，每个人99.9%都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只有0.1%的差异。如果用29亿计算一下，结论就出来了。70亿人身体中29亿编码只能是 copy 制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中的29亿编码都是从第一个人遗传下来的，全世界人是来自一个人。谁能够推翻数学的结论呢？99.9%相同是在每一滴血、每一根毛发里面可以看见的，谁能够否认呢？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全民 DNA 亲子鉴定找到了人类的第一个人。他是不是圣经中的亚当呢？我们在这里给了一个问号，因为亚当是男人，而我们从 DNA 找到的这第一个人，他是不是个男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随便说，我们必须从 DNA 中去寻找证据，才能够确定。人体是由40到60万亿细胞构成的，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30亿来自精子，30亿来自卵子。我们人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人就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基督信仰的依据是来自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神只造了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人的后裔。我们从科学证据看见了全人类身体中的30亿碱基对，也就是我们的编码对，在每个人身上99.9%都是相同的，只有0.1%的差异。99.9%的相同的编码计算出的结果都是来自一个人。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身体中的遗传信息都是遗传至一个人，我们都是这一个人的后裔。圣经和科学证据竟然如此完美一致。
圣经中第一个人是男人，科学证据中第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呢？请看下一集，通过编码的解码告诉您。